Hello， 我是 Gloria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使用 Procreate FX 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。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5个我觉得最有用的更新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第一个呢是现在我们有了类似滤镜的功能，那我们可以在调整 Adjustment 那边可以找到 Gradient Map， 就是一个渐层。那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图层去更改它的一个滤镜的效果。那它里面有预设一些效果，你可以测试看哪一个是你想要的风格，也可以用那个加号去做你想要的效果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选 pencil， 就是选你的笔去画上你想要套上这个效果的区域。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泛光，那我刚刚有新开一个图层，那就随意画一些泡泡吧，黄色比较明显。那我们现在就整个图层去选择这个效果。下面呢有 transition、size 跟 burn 3个参数，你可以去调整你想要的感觉。那第二个就是 bloom， 就是一个泛光。那我刚刚就是用 pencil， 就是直接在本来画了人像的图层上面，就是用那个 airbrush 去直接画上这个光。那你看到它暗面那边就不会有影响。那第三个就是 glitch， 就是一个故障艺术，那算是一个特殊的效果吧。一样可以选整个图层，或是用 pencil 去画你想要的区域。那它有好几种，可是不见得每个画家都会用得到。你可以尝试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工具。那第四就是半色调，就是类似印刷的时候可以用到一个特效吧 ，full color、screen print 跟 newspaper 3种，你可以自己去测试看看，你会不会在你的作品上面可以运用得到。第5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效果吧，摄像差。那它有2种 perspective 跟 displace， 那你也是一样可以去调整跟尝试看看，如果在你的作品上面可以运用得到，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效果。那第2个就是 reference 参考的功能，那我们去画布那边去把参考打开，它有3种。第一个就是 canvas， 就是直接去整个去见识你整个画面在画什么。比如说你有时候在画人像，你要放大某一只眼睛去细画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整体的感觉。然后第2个就是参考一个图片。比如说有时候你要画一些人体的动作啊，你可以找你想要的参考图片就放在上面直接去参考，或是你需要的 reference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。第3个就是 face， 那我之前也有出一支影片，就是去画 face paint 的，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参考看看。那这边我就随意画一下，那这是一个熊猫吧。第3个就是一个选择 selection tool 吧。那我们以前 selection 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绿点，那现在多了一个黄点，就是可以选择旋转你选择的一个区域。那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去更细的去调整你想要的区域，就是有不一样的调整方式。然后第4个就是一个私人图层 private layer。那一般我们去插入档案、照片或是去拍照的时候呢，就是直接点选，那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像以前一样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往左画的话，可能不会发现这个新的功能，就是可以增加一个私人的图层。那实际上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测试一下。那我插入像我之前拍的照片，那你可以看到右边图层那边呢就会显示 private， 就是私人图层。然后呢，在你的作品画好了之后呢，如果你输出一个 time lapse 一个缩时影片，或是你回放的时候呢，你的照片就不会显示在里面了。假设你真的在描图的话，别人也不会发现啦。然后第5个就是可以增加一个调色板，增加一个新的 palette。那以往呢，就是加号那边，然后 create new palette， 然后你就是一个一个颜色把它加进去嘛。那现在呢，你就可以 new from photo， 就是从你的照片那边去增加号，然后你选择 new from photo， 就是从影片增加，然后就看到你的照片，点选你之前已经存起来的照片，把它加入，那个照片里面的色彩就会带进来啦。或是你可以打开另外一个 app， 比如说是 Photos， 那你就直接把想要的色彩的那个照片直接用铅笔拉过去，或者手指拉过去，应该也是都可以啦。那就看到整个图片的 palette 就直接被带进来了。以上就是我觉得最有用的5个新的功能。那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功能对你来说最有用呢？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你可以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